明心书院的春耕时节，学子们正在田间实践课。龙夫子抓起一把黑土，任由其从指缝滑落。春生，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4时有序，不可僭越。这便是尚书所言，敬受民时。正说住，书院外传来悲切的哭声，只见一名老农携着个垂头丧气的少年踉跄而来。那少年不过15、16岁，脸色惨白，双手还捏着泥。夫子，求夫子救救我儿！老农扑跪在地，他把家里3亩秧苗全给拔死了。龙夫子忙扶起老农，莫急，慢慢说来。少年名唤宋和，是邻村宋老汉的独子。他哽咽着讲述了经过。我见秧苗长得慢，心里着急，听村里老人说春雨贵如油，阳光足则苗壮，我就想，若是我帮他们一把，让他们快些见到阳光，岂不长得更快？宋和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就一株株把它们往上拔了些，谁知第2日全都蔫了。学子们闻言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低声议论。明德忍不住道：这不就是揠苗助长吗？孟子里早就写过。子渊却若有所思，书上读来只觉可笑，如今亲见当事者这般痛苦，方知此愚行背后原是一颗焦灼的心。龙夫子示意众人安静，温声问宋和：你拔苗之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宋和抬起泪眼，我想着父亲年迈，我是家中独子，若今年收成不好，如何奉养双亲？若是苗能快些长，快些熟，我们便能早些安心。这话说得朴实，却让在场众人动容。老农也老泪纵横，怪我整日念叨收成，给孩子太大压力。当晚，龙夫子召集学子于书斋，案头放着一盆刚发芽的豆苗。今日之事，你们作何想？龙夫子问道。子渊率先开口：孟子公孙丑上载，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亚之者，茫茫然归，谓其人曰：今日病矣，与助苗长矣。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今日所见，竟是书中故事活现眼前。严肃中未写那宋人为何揠苗。明德补充道：今日听宋和之言，方知这愚行背后实是小心驱使的焦虑。这正是关键。龙夫子轻轻触碰豆苗的嫩叶，好心为何办坏事？焦虑如何蒙蔽双眼？我们分3步来探究。他让学子们分组，一组负责培育豆苗，每日记录；一组访谈老农，了解农时节律；一组查阅典籍，寻找相关哲理。7日后，第1组回报：豆苗生长自有其律，头3日破土，次5日展叶，在7日抽茎。若在展叶期强行拉高，则叶脉受损，光合受阻，必致枯白。第2组带来老农的经验谈：庄稼是靠天吃饭的营生，急不得。春争日，夏争时，说的是把握时机，不是强行改变时序。该长的时候自然长，就像怀胎10月，不足月生下的孩子难养活。第3组翻遍典籍，子渊总结道：道德经曰：道法自然，中庸，严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黄帝内经讲：春3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。各家经典无不强调顺应自然时序。龙夫子点头。那么宋和之物在何处？物在以人欲代替天时。子渊答道：他盼苗速长之心超越了秧苗生长的自然规律，这就像想让婴儿一日走，花苞一时开，违逆了事物内在的成长节奏。又过3日，宋和情绪稍稳，龙夫子请他到田间，学子们正在移植新秧。宋和啊，你看这秧苗。龙夫子指着一株嫩绿的禾苗，它从种子到抽穗需经几时？约100日。宋和低声回答：这100日里，他在做什么？生根、长叶、抽茎、养花、灌浆。对，他有自己的日程。龙夫子蹲下身，轻抚田土。你看这土下的根，此刻正悄悄伸展，为日后吸取养分做准备。
你拔苗之时，可曾想到这些看不见的根？宋河摇头，泪水又涌出来。我只看到苗矮，只想让它快高。这便是见表不见里，见果不见因。龙夫子站起身，人最知，秧苗长在地面上的1寸，地下必有相应的3寸根。你拔高地上部分，地下根系却来不及跟进，如同孩童长高太快而骨骼不坚，终究要出问题。他带众人走到书院后面的竹林。你们看这些竹子，前3年竹笋只长几寸，但地下竹边却在暗暗蔓延。到了第4年，春雨一浇，一日可长数尺。若在前3年强行拔高，会如何？必死无疑。众人答。所以看不见的积累，往往比看得见的成长更重要。龙夫子总结道。宋河看见苗矮而急，却没看见根在土中默默蓄力。这世间许多事皆如此，学问的积累，德行的培养，技艺的磨练，皆需看不见的功夫。10日后，龙夫子设计了一场成长之道的实践课。他给每位学子发了3样东西：1盆待发的莲子，1块待雕的璞玉，1本空白的册子。莲子须几时开花，璞玉须几时成器，册子须几时填满。龙夫子问道。你们各自尝试，但记住，可以悉心照料，不可强行催逼。半月间，书院出现了各种情况，有人每日数次给莲子换水，结果莲子腐烂；有人日夜雕玉，玉石碎裂；有人一日写完册子，内容浅薄。唯有子渊那组研究莲子习性后，将它置于泥中，静待其变。研究玉石纹理后，每日只雕细微，册子每日只记心得，不强求篇幅。最终，子渊的莲子最先发芽，玉石渐现纹理，册子虽未写满，却偏偏有误。龙夫子点评道：尊重事物自身的节奏，便是最大的智慧。揠苗助长之风，不在讽刺农夫愚昧，而在警示世人。当我们对结果的渴望压倒了对过程的尊重时，灾祸便已埋下。宋河全程旁观，此时终于开口：夫子，我明白了，我不仅是拔死了秧苗，更是拔断了对天地时序的敬畏。我想重新学种田。善。龙夫子欣慰道。不过你要学的不只是种田，而是种心。种下一颗懂得等待，懂得积累，懂得顺应的心。转眼到了初夏，宋河在书院旁租了半亩田，从头学起。龙夫子让学子们轮流协助，记录这片重生之田的全过程。插秧那日，宋河格外小心，他按照龙夫子所教，深浅适度，间距合宜。子渊在旁问道：你现在看着这些矮小的秧苗，还急吗？宋河抹了把汗：不急，我知道他们在地下生根，就像我知道自己在心中扎根。快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一步都踏实。2个月后，这片田的秧苗长势格外健壮。宋老汉来看时，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比咱家老把式种的还好。秋收时节，这半亩田的产量竟高出寻常3成。宋河捧着金黄的稻谷，泪流满面。龙夫子召集学子，在丰收的田边上了最后一课。揠苗助长这个成语，世人多用来嘲笑愚昧，但今日我们明白了，那农夫心中原是焦虑与爱的交织。世间多少悲剧，不都是好心的急切酿成的吗？父母望子成龙，而苛责过度，是揠苗；君王求治心切，而政令繁苛，是揠苗；学者求名心切，而抄袭作假，是揠苗；商人求利心切，而偷工减料，是揠苗。他抓起一把稻谷，任由谷粒从指尖流泻。真正的成长需要天时，
地利、人和的完满配合，更需要一颗懂得等待的心。这等待不是无为，而是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，该浇水时浇水，该施肥时施肥，该除虫时除虫，然后信任时间的力量。多年后，子渊成为一代大儒，在注解孟子时特别写道：龙夫子当年是揠苗，不仅讲农事，更通人心。世人常患两急，一曰急，二曰贪。急则欲速，贪则求多，二者交攻，使人失去对事物本然节奏的感知，做出违逆天道的蠢行。故君子修身，当时时自问我此刻所为，是顺应其性，还是强扭其形？是培其根本，还是拔其苗叶？世间万物，大至治国，小至修身，皆同此理。宋和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学家，他培育的新稻种耐旱高产，却从不催熟。没有人问秘诀，他总指着田边一块石刻，上书龙夫子亲题的八字：根深自有时，勿助勿忘之。